因素。他的坦克二营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60公里，可慷慨的主力只向前推进了10公里，在1372高地一线展开。他现在的2翼也在往1372高地收缩。看来啊，慷慨是想依托1372高地的坚固工事，与庞成功打消耗战了。如果庞成功坚持按原方案打，不搞昨天晚上那几次折腾，我想用不了1天就可以拿下这一仗。你说他昨天闹腾一夜，把部队调得到处跑，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恐怕跟野狼团几次修改作战方案有关。可慷慨不是还是按原来的方案在打？就几次纸上谈兵，派1、2支小部队出来拉动了一下，他庞成功就沉不住气了，简直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庞成功的身体，看来庞成功的判断确实有误。到目前为止，他的这9坦克二营还在从卡拉高地往回拉的路上。这可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能不能变被动为主动打赢这一仗，就看这张牌怎么打。我想他会考虑到这一步的。好了，我不陪你了，大屏幕上呢反正会录下来，随时都能看到。我先到实地去看看。我陪您去吧。不，你还是在这坐镇吧。我叫上魏松平，让他给我带个路。部队应该在这儿啊。张参谋，让各部队报告部队所在位置。是。陈工，你看对吧？魏小飞，魏小飞，在这儿呢。哈哈哈。团长，你找我？看你怎么邋邋遢遢的，整理一下。水哪儿去了？啊，我在路上给喝了，太渴了。你的水壶呢？水壶落在陆军医那儿。你的水壶怎么会在陆军医那儿啊？昨天晚上睡不着，我找陆军医要安眠药去了。你小子哪天不睡得跟死猪似的？你要什么安眠药啊？把领子翻好。你也知道，我胆小，我怕。你怕什么呀？怕野狼团偷袭。你怎么知道野狼团要偷袭？你们不都说吗？那电脑上也写着野狼团的打法呢。陆军医给你安眠药了没有？没有，陆军医把我给送回来了。看到你们在玩牌，看到你在电脑打电脑游戏，他就说：“你看团长都不怕，你怕什么呀？”我一想也是，就回去睡了。团长，我给你打水去啊。陈工，怎么了？明辉啊，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你是怀疑陆雅池走漏了风声？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陈工，你的神经也太过敏了。预备长，叫警卫班，赶快把厕所搭起来。行了，来。保障营保
油料车什么时候能够赶到？油料车什么时候能够赶到？还有2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我们就能赶到。报告团长，现在除了坦克2营没跟上，其他各单位都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地炮营和自行火炮营已经进入射击阵地，2梯队的摩步营就跟咱们后边跟着。坦克2营在什么位置？还在往回赶的路上。这个林中兴啊，办事就是这么拖沓的。团长，是因为油料不够，正等着油料车过来加油呢。油料车怎么也没跟上啊？情况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后勤保障营接到通知，油料车直接开进腾格草原，到那儿去给坦克2营进行油料补充。可是中途2营返回了，保障营又没有接到命令，所以什么？坦克2营返回为什么不通知保障营？保障营随行坦克2营进入腾格草原，原来是田参谋长通知的。田参谋长现在离开了，我也没注意这件事儿，我以为保障营还在原地没动呢。什么叫你以为？团长，你先别着急，我看这样吧，既然2营还没上来，咱们就先等等吧，把攻击1372高地的时间推迟到下午3点，你看呢？张参谋，到，通知坦克2营，把现有车辆里的油全部抽出来集中使用，保证1个连或1个半连尽快赶上，其他的等加完油火速返回，最迟下午3点钟必须到达前沿攻击位置。是。猛虎团右翼坦克营距离我前沿阵地不到5公里，他的中路距离我前沿还不到10公里，为什么还迟迟不动手呢？可能是昨天晚上跟他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开始谨慎起来。可他的左路一直没有往前推进呢，这又是为什么？哼，也可能是昨天跑得太累了，一晚上没睡觉，需要休息休息。别嘻嘻哈哈的，好好动动脑子。会不会是在等被咱们牵到南边的那群古牛？对，彭成功显然是想把坦克2营这只拳头收回来，然后再动手。那我们是不是先出击一下，别等着2只拳头同时砸在我们太阳穴上，那可真不好受了。现在出击时机还不够成熟，拼实力我们还是得吃亏呀。还是那句老话，咱剑不如人，只有靠剑法胜人。看来要等2营到位才能发起总攻，那拿下1372高地就要拖到傍晚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团长，你的意思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快说。让坦克2营改变行动路线。改？怎么改？你们看，首先坦克2营突破蓝军南部防线，快速向蓝军的纵深跃进，插到他的背后，到了鳌巴山口折回来。我们从背后攻击蓝军的1372阵地，和1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这么一来，2营少跑路不说，总攻的时间也可以大大提前了。就怕奥包山口又窄又陡，坦克难以通过。我分析了所有的侦察材料，看地形的时候，鳌巴山口我去过，单车通过鳌巴山口没有问题。坡度行不行呢？上次来驻训，我亲眼看见兄弟部队的几辆坦克想抄近路返回驻地，愣是没有爬上那个坡。政委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坦克？G9坦克。他的爬坡能力在所有坦克之上，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你想啊，蓝军肯定想不到咱们会长驱直入，更想不到的是咱们会杀了个回马枪。团长，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不着急，我们再好好论证一下。你还是做我的反方。好。康凯他很少谈他自己，我觉得他这个人怪怪的。昨天我去采访他也是，问他3句话他就回答半句，还没有他的参谋长能侃呢。你说是不是因为他父亲是蒙族人，所以他的性格还有文化跟我们有一定的差异？
怎么说呢？也对也不对。他15岁的时候就跟母亲到江南去生活了，在宁州的紫霞湖边长大。应该说，他身上不仅有北方草原的文化成分，而且汉文化，尤其是吴越文化的成分，要比我们厚重很多。那你觉得在他身上，哪一种成分起了主导作用，影响他的行为方式呢？这个好像是人文科学的范畴，我说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他身上能够激活起来的，作为一个军人啊，更多的应该是游牧民族的那种基因。他身上有很多狼性的东西。狼性，听起来这么恐怖啊？有什么可恐怖的？我说的是作为一个军人在临战状态下的表现。你如果想了解慷慨的话，你首先要了解草原狼。了解草原狼？对。谢谢。几千年以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自己的导师，在狼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如驯化牛、羊，还有猎马，学会了如何去保护自己的牧场，还学会了怎样去寻找水源和观测天象。同时，最重要的，他们还学会了如何练兵和打仗。是吗？对，所以狼就成了他们的神灵和图腾。我光听说过龙图腾，还没听说过狼图腾。中华民族的图腾很多，有蛇图腾、牛图腾、鹰图腾，还有龟图腾。龙图腾从广义上来说是一种农耕文化，体现了农耕民族对水的依赖，祈求龙呢能给他们带来风调雨顺。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而龙又成了皇权的象征，人不敢与龙对抗，喝龙斗就是犯上，所以人常常被这个自己所虚幻出来的动物吓得五体投地。而草原人与狼共生共存，却敢于与狼格杀拼斗，同时又把狼作为自己的图腾来崇拜，这也正是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地方。与狼共舞，拜自己的对手为师，应该说这是一种境界。你要是这么说，我多少明白了点儿。慷慨为什么搞这个野狼团的番号了？他小名就叫狼仔，外号野狼。是吗？对，所以这一仗胜负难料。可庞成功是一只虎。张参谋，到，通知2营林营长，让他在南部集结队伍的同时，动用一切手段，造成因缺油而中途抛锚的假象，迷惑对方。是。成功，要不要向师长报告一下？就是啊。平常老后屁股跟着，怎么今天不见人影了？昨晚让你搅和了一下，今天不好意思见你了。师长啊，就是个操心的命啊。来了。我和魏师长出来看个风景，你们忙你们的。哦。魏师长，2营到位了没有？我们正想向您汇报呢。我们打算变个打法。怎么变？变正面2翼卷击为前后夹击。可能吗？首长请。我打算让2营的林营长在南部集结坦克部队，然后待会儿老魏，到。总指挥是庞成功，你在这掺和什么？跟我走。什么情况？机会来了，那些古牛在半道趴窝了。你是说他的坦克2营？对，怎么回事？庞成功往回牵他们的时候，忘了通知保障营。情况属实吗？已通过各种渠道证实。2营的林中兴正跳着脚骂娘呢。怎么样？参谋长，通知作战部队做好准备，1小时以后向戒酒坦克营发起进攻。是。团长，坦克2营已经抵达蓝军南部防线。报告，
据前方侦察，野狼团对我坦克一营形成包围。胃口不小啊！着急了，团长，我们得先发制人啊！下命令吧。命令：正面部队做好提前发起进攻的准备，牵制蓝军北线主力。炮兵营向蓝军南线发起炮火集齐，支援坦克2营南下夹击。好，我知道了。参谋长，步兵营报告，我南线高地防线突然遭到红军炮火急袭，攻势非常猛烈，一线攻势几乎被摧毁。莫名其妙，北线主力还没上来，南线倒是先动起手来。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虎妞突然起死回生，向我南部高地逼近。你是说他的坦克2营就动起来了？团长，我临终前也就军容风纪不是太讲究。其他活我什么时候给你丢过人？啊？我觉得你这招行，我们营总算没有白跑一夜的冤枉路。对，哎呀，团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保证1小时内突破防线，2小时内到达你说的那个什么山口。团长，我那是有意不说，我是怕人家窃听啊。对，我知道，是，我现在就开始下令出击。各连注意，按照部署全线出击。防御阵地已被坦克突破，步兵营正在2线组织防御，请求炮火支援。步兵营报告中还说，红军坦克的攻势异常突然，而且非常凶猛，如果得不到支援，恐怕2线也支持不了多久。突破南线2道防御阵地，沿3号公路向后方纵深推进。有多少辆坦克冲过我们军防线？最少3个连，现在还有几十辆坦克向我2线阵地开火。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团长，这样，我带一个摩步营上去，从中间截住，打断他们后面的油料线，让他们继续爬我。彭成功并没有这么傻，这一点我想他早就想到了。我们的对面是彭成功的坦克2营，可他却迟迟不出击，他到底什么意图呢？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可不再派兵支援，那南线就垮了。彭成功推迟了他的正面进攻，他既然让他的坦克2营向我的南线推进，
可为什么他不占领我的第2线阵地呢？我想这有可能他要进行一次大纵深的穿插。难道他想偷袭我后勤油料线？哼，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可是我们的油料仓库和弹药库早就转移了，留下的都是一些空洞库。他会不会在我们的背后进行包抄啊？不可能，你过来看。3号公路北侧全是高山，他想包抄迂回是无路可走，最少要推到80公里外的1221主阵地才能折回来。我也这么想，可是庞成功这么做，总归有他的理由啊。哎呀，团长，差点大意失荆州。他们造成趴窝的假象，就是想出其不意地攻破我南部防线，再通过敖包山口，再向我1372主阵地进行突袭。咱们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我早就想到这一层。怎么，你想过这一层？可是后来我又把它给推翻了。为什么？因为敖包山口根本就通过不了坦克。我去看过地形，单车绝对能通过。我不但看过地形，我还带坦克走过。那个山口的坡特别陡，坦克根本就过不去，而且那有一个冲沟，这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明的。你就这么肯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了。我们在基地训练，地形我们很熟。庞成功就不一样，他还以为自己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奇招呢？要是这样，就有机可乘了。谈谈你有什么想法？判断如果成立，我们就让南线的部队放弃抵抗，撤回主阵地，卖个大破绽，让庞成功在南线瞎折腾去呗。然后找机会全线出击，把庞成功的部队歼灭在北线阵地。对。这是什么地方吗？敖包山口。难道庞成功想从背后给康凯一击？对了，这个想法很大胆吧？我说的呢。庞成功让坦克2营从南线出击，不过他的手臂伸得太长了。如果他敢冒险从这个山口迂回过去，康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这个山口一般坦克无法通过，可这9坦克行啊！庞成功正是充分利用了新装备的优势。首长，庞成功这一手，您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他的意图一目了然。他既不恋战，又不急于扩大成果，而是长驱直入。他深知G9坦克的先进性能，这样呢，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哎，老魏，到。
昨天是怎么回事啊？猛虎旅一下西气东输，一下南水北调，我真是没看懂。你这个当师长的肯定知道点内情吧？这都是野狼团频繁调整部署造成的。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但也很难解释得通啊。慷慨就弄一个连一个营，虚晃了一下。他庞成功也太过敏了。再说他反应得快得离奇了，慷慨一动他就动，甚至慷慨想动还没有动他就动。难道他截获了慷慨上报的作战方案？啊，这怎么可能呢？庞成功毕竟比慷慨小好几岁，脆弱一些，敏感一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是不可以原谅的。这下可是你过于敏感了。不是有那句话吗？年轻人有缺点，上帝都会原谅的。庞成功能在乱局之中使出奇招，果断放弃齐头并进、全线推进的战法，改用大胆穿插、迂回战术。不管战绩如何，对此我很欣赏。这是以往的百练练不出来的。对首长意图的理解，我们还差得很远，还得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比如这次首长决定搞背靠背的对抗演习，一开始呢，我也是有抵触情绪的，起码现在不再会有这种情绪了。首长说的对，我们搞演习，不光要看暴露出来的问题，而是要使他们练出在实战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这话说得很对，但这话不是我说的，别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谁说的？军委。逐级传达，按级负责，我只听首长的。你这个魏松平啊，嘴皮子练得不错。10几年前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你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啊。首长，你估计慷慨能识破庞成功的意图吗？识破并不难，关键在于慷慨还没有接触过J9坦克。如果凭老经验以为庞成功不熟悉地形而冒险，那慷慨的鬼就知道了。如果等到发现对方坦克突破了奥包山口才采取措施，那就连亡羊补牢的时间都没有了。照这个速度，再有半个小时，2营就可以推进到敖包山口。从现在的态势看，慷慨还蒙在鼓里，我们应该通知2营，让他们一刻不停地全速前进，成败在此一举了。你说的有道理，应该趁慷慨还没有清醒之前把他打趴下。我给林中清打个电话。现在都打信息战了，咱们也该学几招。咱不如人家有福气啊！谁呀？还能有谁？庞成功呗。你看人家当兵10好几年，基本都在学校度过的，一考核干部，文凭能拿出这么一摞来。是挺让人羡慕的。提倡在职自学。哎，这次演习一结束，咱们自学考试该开始了吧？你准备的怎么样？马马虎虎。这回考的不就是装甲原理吗？你我都是老装甲了，就坦克那点玩意儿。你说J9坦克最高爬坡高度是多少？啊？你现在就考我呀？
政委啊，我得上去一趟。上去？上哪儿去啊？熬包山口。有这个必要吗？政委，二营能否顺利通过熬包山口事关全局？别看康凯现在无动于衷，一旦发现咱们的企图，他肯定会全力反击的。我不靠着去怎么行？那儿确实是个关键点。可你是主帅，不能轻易离开大本营啊！有你在不就行了吗？我虽然干了几年参谋，但大部分时间干的还是正工，能镇得住吗？我有个建议，你看行不行？你看你还客气的说。把田金河调回来，让他陪你去熬包山口。田金河，我承认昨天我太冲动了，他受委屈了。等打完这一仗，我亲自把他请回来。那就这么定了，我上去，你在这守着。政委啊，哎，我知道，我明白团长的作战意图，可是我觉得啊，这坦克二营如果穿插的太快的话，容易引起野狼团的怀疑。哎，这样你看，能不能，咱们留下一个连，继续佯攻南线阵地，最好是攻占南线2线阵地啊。田参谋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但团长决心已定，就不要再讲了。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动作，关系到整个战场形势的变化。哎，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想得更周全一点嘛。我明白了。参谋长，哎，团长，既来之则安之。团长自然有团长的打法，你着什么急呀？再说了，人家有魏师长保驾，还有跨越式的思维。行了，这话是这么说，可毕竟猛虎团输不起啊。团长还年轻，你说这时候不帮他，我这参谋长还算参谋吗？你参谋了半天，不是也把自己参到我这儿来了吗？我看呢，咱猛虎团就是因为输不起，才需要多输上几招。你什么意思？猛虎团是什么团？红军团、百将团、大功团、荣誉团，咱输不起呀。你接着说。你想想，参谋长，背着这么沉重的荣誉来参加演习，你害不害怕？怕什么呀？你就不怕打败仗吗？你就不怕出事故吗？你就不怕给这个光荣的团队抹黑吗？反正我怕，我天天担惊受怕。我们失误不起，我们败不起，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我只是一个小营长，我都感到沉重的不得了。你们团领导班子啊，也包括你田清河，你们就没有一点压力？李营长啊，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多了，向前走的劲头小了。团长，我知道你心里急，可光急也没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办法总比困难多。接听之师啊，接听之师是诸葛亮用人不对，敖包山口是咱们考虑不周，这完全两码事儿嘛。咱们一定能把败局扳回来。团长，我想了几个方案，你耐心的听一下，你千万别马上否定我。说。方案1，你看，敖包山口北坡的地势要比南坡高，我们趁他们没来，抽取一些兵力从北坡赶过去。我哪有这么多兵力可调？如果把驻守在1372高地的士兵调上去，那么庞成功的正面进攻马上就会开始，这也正是庞成功的厉害之处。哦，否定了一个啊。方案2，派工兵炸断山口，先堵住再说。来不及了，他们的部队已经到达敖包山南坡的3号公路，距离山口只有10公里，而我们的工兵还在1372高地上。
就是赶到敖包山口，也得走30公里。哎，好，又否定了一个啊。方案3。哎，咱们团那几辆老坦克现在在什么位置？什么老坦克？就是出发前我让你换油泵的那3辆坦克。哦，在2线阵地后面的山谷里，他们请示过，想参加1372高地的战斗，我没同意。为什么？半路趴窝怎么办？弄不好挡了自己人的路，所以我让他原地待命。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马上去通知他们。不，你现在就去通知他们，让他们火速沿敖包山北路赶过去，在猛虎团到来之前，全速冲进敖包山口。就那3辆破坦克，能行吗？我告诉你，就这3辆坦克可是派上大用场了。是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团长，喝水。我现在想喝的是酒。喝酒？上次喝多了，你可睡了一整天呢。庆功酒能不喝吗？辛苦了，我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抢占先机。是，你打算派哪个连上去？哦，来，团长好。就他，7连连长王志鹏。胜败全靠你了。是，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去吧。是。好戏开场了。照这个进度，晚饭前解决战斗，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短了点儿，我还没看过瘾呢。庞正公来麻烦了。这几辆594式，杯水车薪，成不了气。报告，哥哥在前面摔断了腿，2个弟弟没法抬，背不能背，走不能走。别废话，就是拖，2个弟弟也要把哥哥拖上来。怎么回事？坡太陡不好上，3辆坦克坏了1辆，把那2辆给堵上了。那么红军的坦克2营在什么位置？移到敖包山南口，再调整编队。停下来了。我是野狼，你们现在离站口还有多远？50米。这样，你们上去看一看，看看四周有没有猫，然后把情况告诉家里。
王世鹏已经顺利进入敖包山口。通知7连火速通过山口，其他各连跟进。是。团长，电话接通了。政委吗？我是庞成功啊。我这边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好啊，你放心吧。你马上组织北线的部队向野狼团的1372高地发起进攻，牵制慷慨，掩护南线的部队突破敖包山口。正面也动手了，不过是配合性的进攻而已，真正的进攻还没开始呢。彭成功真正的着眼点，应该在敖包山口。对，团长，你判断的对，庞成功肯定是等拿下敖包山口，形成夹击之势，再发起真正的进攻。那咱们也不能把焦点给搞虚了。问一下敖包山口的情况怎么样？是。喂，我是野狼，听到请讲。野狼，猫已进洞。重复，猫已进洞。你们给我听着，留下1个人继续观察，随时向我报告，然后把坦克开进北口，切断电路、油路，让他们变成一堆废铁。团长，我们打不打？只要你们挡住坦克通道，怎么打是你们的事儿了。我还说不过瘾呢，这回来好戏了。各车，油路都切断了没有？我们连油泵都拆了。好极了，他们一过来我们就开炮，炮弹打完了我们就撤。没想到我那老坦克也派上用场了，真过瘾。嘘，别吭声，注意观察。前面怎么回事？不知道。报告连长，前面有3辆坦克，电路全部被破坏，看来是野狼团派来故意堵我们的。赶紧修好开走。可连油泵都给拆了，我们的零件又跟他不对路，没有办法进行修理。那就这么挺着，把他们都顶走。连长，这一个坦克几十吨重，3个坦克哪顶得动啊？不过刚才我摸过了，发动机还热手，刚才还向我开炮来着，应该没有跑多远才对。快追，把油泵要回来！是。快点！
当成俘虏就难看了。快走，走！快点！团长，哎，主席，怎么样？全营通过了没有？3辆野狼团的坦克给堵住了，根本无法前进。堵哪儿了呀？道宝山南口。这3辆坦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当时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我想等处理好再报告嘛。你处理完了吗？没法处理，油路、电路全都给破坏了，拖不走，顶又顶不动。行。哎，团长，你干嘛去？我过去看看去啊！你不能去，团长。为什么？政委就交代过，让我负责你的安全工作。好，赶紧跟王志峰联系，有情况向我报告。是啊，去吧。你们跑什么？说，你们把油棒藏哪儿了？给我交出来！什么油棒？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少废话！没油棒，你们怎么开上来的？要油泵可以，不过得有条件。好，只要你们把车修好，把路让开，咱们什么都好说。开没法开，炸没法炸，拖没法拖，这哪家的人说？这不是耍流氓吗？还想不想生儿子？好了，不要再说了，说的废话有什么用？就看王志鹏能不能把油泵追回来了。林中兴啊，你怎么会那么天真呢？你以为康凯的兵会把油泵交出来吗？早就拆得乱七八糟，扔得满山都是，你到哪儿去找？也没时间去找了，知道吗？那怎么办啊，团长？这样，把你的兵带回去，让他们掉头倒车，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去啊？对。那这一天一夜不是白忙活了？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我们必须连夜部署，在明天天亮之前完成战前的准备。这样，你把没有进山口的坦克让他们掉头，你先带回去。堵在山口里的坦克，我来处理，好吧？哎呀，这个圈可绕大了，起码得有108公里。千把公里打绕。可是掉头整队最少也得1、2个小时，耽误时间，你还耽误什么？去！是。我们参谋长说了，热烈欢迎你们起义投诚。带走！参谋长，他们不肯起义，还是要把我们当做俘虏押走。啊？那太不够意思了吧？说了这么多了，我说康凯，海涛，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我的态度是，要是交出油泵，我就给你处分，当叛徒处理；要是做了俘虏嘛，我就给你立功，当英雄表扬。胡老大，实在没办法，咱们都是各为其主。我呀，还是当俘虏吧。哼，这要是真的在战场上，哪有时间在这跟你费口舌？早就一枪毙了你。这要真是在战场上，我们早就在山口里布满地雷，安上路边炸弹，放上燃烧瓶。只要你们一进山口，我们就把山口给炸平了，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连长，营长让你们立即返回。说俘虏怎么处理了吗？连长说了，带的也是雷具，扔山口围栏算了。你们营长也真够迷糊的，怎么把我们跟狼的关系都忘了啊？今天算便宜你们了。走，慢走，不远送啊！慢走，慢走。站队，走。各位，今天晚上重新部署，明天凌晨发起总攻。你现在就通知正面部队停止进攻，返回原地，积极待命。
怎么会这样啊？庞成功已经另起一行，准备做下一篇文章了。他还得忙上一宿，你可以睡一觉了。我今晚不想睡了，我想出去打点野味儿。怎么？你要来黑狼掏心啊？他们坦克2营正在做远程机动，正好给我们穿插迂回一个好机会。哎，这活儿你就不能让给我呀？我都憋了半天了，你就让我松松筋骨吧。行吗，狼头？你就等着我传来的好乐曲吧。什么乐曲啊？与狼共舞。毕师长，你不是说不耽误吃晚饭时间吗？看看几点了？走吧，首长，我请你下馆子。哎，这好戏还没完呢。哎呀，这哪是演习啊？这简直是胡闹嘛！哼，闹剧也是剧啊。提前退场好意思吗？首长，部队正在调整部署，今天晚上肯定打不起来了。你看，天都快黑了，还是走吧。你可别有判断失误啊！是。各车注意，各车注意！闭灯前进，闭灯前进！参谋长，我对团长有些看法。什么看法？我能看得出来，团长的作战思想，多少还有前苏联传统战法的痕迹，偏重发挥坦克和装甲集成的优势，而不注重步坦的协同。你呀，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就是想把你的装步营往前推进20公里，啊，总攻的时候再抢个头功？其实啊，这个想法挺好的啊，好想法就好好说，干嘛发牢骚？怎么了？不好意思说？行，我替你说啊。喂，给我接团长。哎，我是田清河。哦，政委啊。什么？团长到前头去了。请讲。红狼、灰狼、白狼，听着，分3路向南觅食，分3路向南觅食。怎么了？心神不定的。团长也太冒险了。第一，不应该亲自到敖包山口去；第二，不应该2营先行，自己断后；第三，也是最不该的，就是不该把自己的参谋长贬下。我跟你说正事儿呢，我也没跟你讲歪话呀。要是把你这样忠心耿耿的人留在身边，他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风险了。现在讲这些空话有什么用啊？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给我3辆步战车啊，我去一趟敖包山口，亲自去护驾。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晚上野狼团可能来搞袭击啊。参谋长，你的心情我理解，可现在你被解职，还没有通知你回到指挥位置，你这一去，团长能高兴吗？这不是他高不高兴的事儿。今天晚上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场至少可以提个醒啊。好吧，3排跟你过去。
志鹏，啊，来啊，你带几辆坦克全速前进，务必赶上大部队。是，去吧。清河，团长，清河，你怎么来了？我实在不放心啊，带3排上来看看。团长，你胆子也太大了！清河，咱们不说了。昨天晚上，我很后悔，真的，我很后悔。我知道你很多意见都是对的，打完演习吧，我好好向你检讨。行了，团长，什么也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这人呐，就是太重感情。我重什么感情？我重面子，我不讲原则。冲上来！蓝军冲上来了！参谋长，冲出去，掩护团长，我殿后。团长，不要慌！陆俊义，陆俊义！保持平衡，慢一点，把这个绳子拉过去。情况怎么样？他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了，必须马上送进地医院。那去吧，赶紧走吧，啊！通知王志鹏，立即调度返回。团长，无法直接与连指挥车沟通，新老通讯设备的配套使用，只改装到营指挥车，到不了连。
受惊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这是在演习吗？马上把你的人撤回去，这简直是胡闹！对不起，魏师长，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那我来告诉你，演习的目的是什么？演习的目的是练部队、练战法。有本事、有能耐，咱们摆开阵势好好打。你这么偷鸡摸狗的，啊，算怎么回事啊？魏师长，兵者，诡道也。黑狼掏心本来就是我们野狼团作战方案的内容之一。再说了，我们也是在执行楚副司令的指示。你用不着把楚副司令抬出来。我记得楚副司令在部署这场演习的时候就明确说过，按演习规定，谁歼灭对方兵力的1/3，或者直接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就为胜者。这么说，你以为自己是胜者了？可是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猛虎团的指挥部吗？这充其量不过是个前指而已。况且猛虎团的主力已经把你的1272高地围得像铁桶一样，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胜了呢？我没说我胜啊，胜不胜不是我说了算。如果导演部要求接着再打，我愿意奉陪到底。报告执行导演，猛虎团前指挥所已经被野狼团袭击包围，袭击有效。猛虎团前指挥所及团长庞成功即刻退出演习。杨科长，啊，你等一下啊！你们这么样裁决是不公平的，我找你们陆司令去。来！怎么样？继续吗？不，这一仗我输了。服输，但是不服气。当然，我不会再次输给你，也不应该输给你。有人受伤？报告首长，猛虎团参谋长田庆和的腿被压断，马上送来抢救。庞团长，田参谋长负伤，我很难过。我代表全团的官兵表示歉意。到时候我们会去看他。谁在放音乐？这是野狼团发出的信息，向他们指挥所报告我任务完成情况。这什么音乐？与狼共舞。费师长。费师长，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你是不是找楚副司令啊？他已经去休息了。我不找他，我就找你。找我？嗯，什么事儿？陆司令，刚才的情况你都看见了吧？啊，你说说啊，慷慨他们，这不是胡闹吗？鸡飞狗跳的人，那个岛条科长，他凭什么裁定猛虎团指挥所退出演习啊？太不像话了！你得把关啊！老魏啊，这指挥所被野狼团团团的包围住，
对外界所有联系呢又被人切断了，你说他还怎么指挥？不裁定他退出演习，你说这算什么呢？你得闹明白，那不过是一个机动牵制，并不是什么前线指挥部。可成功，他是军事主官呐。陆司令，是否宣布终止演习的命令？这样吧，等我请示完初步司令再说吧。是。老陆啊，千万不能终止演习啊！猛虎团的部署刚刚完成，明天的作战谕令已经下达了，怎么说停就停啊？就算是猛虎团的指挥所被端了，可是我的部队还在，明天我们还可以照样打。首长好。陆大夫，看来田金河伤得很重啊，基地医院能治疗吗？要想把这条腿保住，最好马上送北京。但是路太远了，500多公里呢，怕。童秘书到，立即通知陆航团做好一航准备，跟联勤部余部长联系，让军区总院做好就诊准备。是。首长，不必了吧？我能坚持得住。小田儿，你放心，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你这条腿。团长，怎么了这是？打仗嘛，哪有不流血的呀？啊？先别说话了啊！政委，团长，这回啊，我还真有好多话要跟你们说呢。这次我去装步营啊，那李营长他跟我说，先不说话，以后有的是机会说。哎，对了，我受伤的事儿，先别告诉我家属，等我伤好点了，再跟他说啊。等小田的伤好了，我再请你们吃一次饭，啊？哎，你们团还有几个病号在这住院吧？鲍首长，一共有18名战士，都是今年刚入伍的新兵。走，看看去。首长，首长，我们在到处找你。有急事吗？是，关于演习的事。看完病号再说。首长，不能这么多人一块进去。杜医生，这是军区处司令。我知道，我怎么敢挡首长的架呢？可是战士们需要安静，他们再也不能经受什么惊吓和刺激了。惊吓？怎么回事？首长，这些战士生理上没有受过伤，只是心理上轻重不一的受到了伤害，估计是在演习场上受到了惊吓和恶性的刺激所致。心理伤残。可以这么说吧。这样吧，我们进去2个人看望一下，可以吗？可以，首长，请。哪位？让基地医院做好田径和转院的准备。是。带上必要的急救药品，派1名医护人员送到北京。首长放心，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师里打算派洛亚池陆军专程护送到这。你去，我放心了。首长，楚记者要回报社发稿，和我一起走也多个帮手。首长，明天演习的事情，我们还想听到你的指示。你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应该继续打下去，
庞成功的作战你们方案。两个也是这个意见吗？红军不胜，这仗就得打下去，对不对？不，首长，我认为田径和同志倒下的时候，演习就该结束了。这虎狼之争应该说刚刚开始。首长说太对了，我们魏师长到。你认为田径河的受伤是事故还是事故？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应该算是事迹。庞成功，到。你也这么认为吗？不完全。对田径河来说是事迹，对我来说是事故。我是党委书记，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现在还没有到分清责任的时候吗？就算是要分清责任，也得从这次演习的前因后果来做整体分析嘛。退一步说，就算是责任在你们，也不过是上了一条腿嘛。那病床上躺那么多战士，怎么说？基地对这次演习有什么安排？主司令，我已经宣布演习终止，明天上午进行演习总结和讲评。好，奖评会我参加。是。看看，到。你怎么不说话？我无话可说。你把虎穴给端了，自己毛发无损，这头知道吧？可我乐不起来，首长，真的乐不起来。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床上躺着的，那也是我的战友。你总算过了一把瘾是吧？首长沙场点兵，我们说什么也得好好的打下去，让首长好好的看看。看什么看？沙场点兵是点给我楚某人看的吗？难道是我楚某人在点吗？我告诉你，魏松平，我和你，和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是被点的对象。你们都好好想想，到底谁在看我们？谁在点我们这些兵？行了，歇会儿吧。风这么大，练一身汗，小心吹着。快穿上衣服。给。来，坐。聊聊。给。哎呀。团长，你情绪不高啊？今天这一仗打得多漂亮啊！我不管他魏师长高不高兴，野狼团终于有战胜红军的记录了。来，团长，别那么深沉嘛。你不是说了吗？今年就要脱军装走人，这回你军旅生涯这个句号总算画圆了，来庆祝一下！哎呀，还不是人家送上门的蛋糕吗？哎，送上门我就吃，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不吃白不吃。总不如自己做的香啊！要不是人家陆亚池提醒啊，真不知道这个蛋糕该从哪儿下口。这倒是啊。哎，团长。你说陆军一这个人挺棒的，平时文文静静的，关键的时候还有军事思想。不过，挺奇怪的，庞成功是他未来的老公，他不帮他，反而帮咱们。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好，不说了啊。队长，
你怎么来了？听说你不太舒服，过来看看你。我没不舒服，你应该去看看小飞。哎呀，他没什么要紧的，小孩子家缺少锻炼，经历经历对他有好处。哎呀，哎，你们干嘛都站着呀？坐下，咱们随便聊聊。师长，我刚才到下面转了一圈，我觉着反映在小飞身上的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团里许多战士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障碍，也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这是首长说的心理伤残吧？我看不至于吧。不过有一种思想问题啊，有一种思想问题，倒很值得我们去注意、去反思。首长，您指的是对这支光荣团队的感情问题。我是当师参谋长的时候才调到这支部队的，可以说我是个外来户。我尚且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可是有的人呢，咱们就说看看吧。他在这儿从战士当到连长，离开了以后呢，就六亲不认了。这个教训很深刻呀。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要让每个人都记得他是红军团走出去的。今后无论他走到哪儿，无论他取得什么样的进步，都是红军团这面旗帜的光辉在照耀着他们。都抹上黑了，还光辉什么呀？哎，陈果，你这种情绪可要不得啊！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是要往积极的方向去诱导嘛。要少谈我们的失利，多谈我们的悠长。悠长？对呀，我们还有吗？陈果，你一向可是很自信的啊。怎么，这次遇到这么个小坎就撒气了？我今天晚上来找你们啊，就是要研究出一个如何接着往下打的作战方案。怎么，演习不是已经终止了吗？演习终止了不假，但是我们对作战方案的研究不能终止啊。我们就是要拿出一个如何反败为胜的作战方案，让首长们看看呀。还要去找首长，首长就不烦呐？你们呐，处理上下级关系啊，还欠个火候。首长烦，不是烦你请示汇报的多呀，最烦的是你表现的比首长还要懂。汇报不在于内容，首先是态度。汇报啊，不但是争取领导的支持，也是表现出对领导的一种尊重。对不起，师长，对不起。你还是把你这些经验留到以后慢慢传吧，就别跟着瞎搅和了。我怎么瞎搅和了呀？潘团长，让我说完。要不是你偷来的那几份蓝军的作战方案，我们能乱到今天这个样子吗？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何必呢？哎呀，你这个庞成功啊，这就是你不成熟的表现。一个人呐，不但要经得起成功，还要经得起挫折，懂吗？基地导调中心决定，此次演习不打分、不评功、不确定胜负，只分析问题。有关这次演习的评估意见和红蓝军双方在战术思想和战术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将由基地评估分析中心以演习分析报告的形式下发各部队。陆司令刚才的讲评，大家也许觉得很特别，
不分出个胜负来，这叫什么演习啊？我想在场的每一位同志，你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谁胜谁败，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次拉出来打演习，个人都有个人的打算，个人都有个人的目的。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训练发现问题，去掉那些训练与实战不相符的地方，改掉那些在实战中用不着的东西，再以问题牵引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胜谁负就很难衡量了。我对这次演习感到最满意的一点就是暴露了问题。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会后发给大家。如果谁愿意，可以瞄两眼，在这就不念了。下面，我请大家看几张照片。这就是野狼团团长一夜之间报上来的3份作战方案。开始我被弄糊涂了，后来才弄明白，这是野狼团获知对手窃取了自己的作战方案之后，而采取的应变措施。此计不可谓不妙，可与三国周瑜的蒋干盗书相媲美啊！但由此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那就是红军为什么多次窃取蓝军的作战方案，窃取了方案之后，却没有打赢？再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和平的日子，我们的虎连老鼠都敢拔你的胡子了。这能责怪我们的战士吗？当然不能。应该追究的是那些驯虎的人。前苏联有本小说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看我们猛虎团也该写本书，书名就叫《猛虎是怎么训成猫的》。这几辆破坦克不简单呐，它往奥包山口一堵，就形成了这次演习的一个转折点。正在过五关斩六将的庞成功，从此败走麦城。在康团长看来，也许视此为得意之笔，但我却认为这是侥幸的一招。作为一个进入信息化时代的团指挥员，竟然把战机寄托到别人送上门，不了解现代装备的性能，连G9坦克爬坡的最大角度都会忽视，令人汗颜啊，同志们！那3辆坦克在演习前不出故障，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你那个堵山口的战术意识，我看跟周瑜在手心里写给诸葛亮看的那个火攻战术差不到哪儿去啊！意识有了，却没有战术准备，也没有研究双方的利弊。纵观野狼团的战术思想，依然是消极应战，并没有真正打赢的意识。习惯于防守，习惯于被动挨打，忘记了自己还有进攻的权利。请大家想一想，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军人，难道因为自己手中的武器尚不如人，就放弃赢得胜利的权利吗？我最后提一个问题，请大家跟我一起去思考，那就是我们部队建设的龙头到底是什么？我所谈到的这些问题，不需要你们拿出什么整改措施向我汇报，我就看下一次演习能不能解决，也不限定你们时间。
其实时间就摆在你们面前，那就是明天。假如明天爆发战争，我们拿什么来保卫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拿什么保卫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有人说我本人在沙场点兵，这话不对。其实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被点的对象。真正沙场点兵的是党和人民。当党和人民点到我们这些兵的时候，我们不